这个身姿曼妙的女人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被人杀死，她生前曾被侮辱，浑身几十处的刀伤，也只有一处致命伤。凶手应该有着特殊爱好，在满足后扔在工厂不远处的荒草里。然而，经过一整晚雨水冲刷，现场已经找不到有用的线索，就连好不容易从外地借来的警犬，也因为路途遥远晕车了，根本闻不了任何味道。拥有丰富经验的老刑警也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这时，一个男人跑到了案发现场，似乎还有一点激动。死的是我们厂的。老刑警并没有过多回答他，男人鬼鬼祟祟来到女人身旁，拿出相机，偷偷拍下前凸后翘的女人。而这个男人并不是警察，他只是工厂保卫科的一名职工，一直勤恳工作，多次破获厂里盗窃案，但他并不满足，一心想要进入体制内。但体制内的警察怎么会看得上这种野路子？回去时，他搭乘警局的便车，突然有种已进入体制内的错觉，不仅与老刑警分析案情，而且还吹捧自己。不料车现在满是泥泞的路上，辅警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于神探，帮推一把。”隔天，男人把工厂里所有在案发时间段不在工厂的人都叫来，协助老刑警调查。他怀疑嫌疑人就在这群人里，让他们逐个路口供。当老刑警看着挤满楼梯的人群，一个头两个大，男人却觉得这些人案发当天都不在，都有作案嫌疑。好不恼！碰了壁的男人略显尴尬地站在原地，好在老刑警给了男人台阶，拿出一张纸给了他，让工人们签字按手印。得了便宜又卖乖的男人跟在老刑警身后，回到办公室里，看着满墙的照片，了解起了案情，不自觉地问这是第几起案子。而老刑警丝毫不避嫌，直接告诉男人是第3起，且3位死者皆是身姿曼妙，死状也相同，大概率是同一名凶手。当男人正满脸疑惑，想着凶手怎么运送尸体的，方法有的是，一辆自行车就能做到。于是男人骑着自行车绑着小弟，还原凶手的手法。小弟却抱怨着这样做是徒劳，男人却笑着说小弟还是太年轻。来到案发地后，男人让小弟模仿死者，接着他开始研究凶手的作案姿势，可怎么都研究不明白。小弟嚷嚷着想要回去，男人却说再等等。二人正说着话，看到男人察觉到了自己，立马扭身就走，随即奔跑起来。二人以180迈的速度追了上去，犹如脚踩风火轮。小弟很快就追上并放倒了他，而这个男人就是一个看热闹的，听说附近发生了命案，就过来瞧瞧。他听别人说这个女人生前甚是风流，最喜欢去灯光球场，那里可不是好地方。他感觉死者是在那里得罪了人，遭到了报复。简单了解后，男人放了他，跟从了自己第6感。为了了解真相，男人来到了灯光球场，这是一个露天舞池，很多男人来到这里，只要花20元就可以寻欢作乐。没见过世面的男人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浑身不自在。突然，旁边的女人叫住了他，他以为男人是来消遣的，没想到却是拿着被害人的照片来打听消息的。女人并没有回答他，他只好出卖色相，与女人来个负距离接触。事后，女人向他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奇怪黑衣人，男人给了他自己的名片和50块钱。我不为这个。又是一个阴冷的雨天，凶杀案再次发生，依旧是妙龄少女，作案手法也如出一辙。这时，男人骑着风驰电掣来到案发地，不出所料，男人遭到了辅警的嘲讽：“你记着啊，以后守点规矩，别没大没小的，要知道自己是谁。”不卑不亢的男人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拿出了自己的钥匙，拍了照片，与案发现场的照片一同放在工厂告示栏上，随后对外称在现场捡到了钥匙，寻找失主前来认领。可呆头小弟觉得这个办法根本不可取，就在连续观察了几天后，竟真的有一个鬼祟的神秘人在告示栏前站了好久。他刚想上去与神秘人有一个友好交流时，不料神秘人见了他，撒腿就跑。男人与小弟赶紧追了上去，可神秘人对工厂布局十分熟悉，狡猾的像只老鼠，四处逃窜。男人跟在身后，不敢松懈半分。谁知途中小弟错手摸到了电线，从高处摔了下去，无法动弹。可男人急于抓到凶手，看着小弟无碍，便转身继续追人。男人一路追到火车站，神秘人却不见了踪影。男人刚想爬上火车顶查看，结果当头一棒把男人拍在了地上，之后用铁丝牢牢地锁住男人的脖子。可关键时刻，男人的电棒也失去了反应。男人使出吃奶的劲挣脱束缚，反身死死抱住对方的大腿，不让他跑。害怕暴露的神秘人留下一只鞋子后就逃之夭夭了。等男人一瘸一拐地追了出来，周边早已没了身影。无奈的他只能带双鞋子回去。在车上，男人才发现小弟的耳朵在坠落时被铁钉刺穿了耳根。到医院时，脑内大出血已经没生命的体征了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小弟离开后，男人在自责与内疚中濒临崩溃。很快，让男人彻底疯狂的事情即将到来。工厂改革，男人与其余职工一样下岗了，像个无头苍蝇的男人，目光呆滞地站在厂门口，看着领导念着名字的幸运儿进入。男人与其他职工一样，抬头看向这个自己挥洒汗水的工厂，以后工厂的大门不会再为他们敞开。男人来找老相好，他问男人案子破了吗？男人摇了摇头，现在是他最脆弱的时候，不光是为了他的梦想，更是为了给小弟报仇。这个男人为了破案，竟不惜用女友作为诱饵，而女友是一个风尘女子，可他却对男人是动了心的。在聊天中，男人知道女友想开间发廊，隔天男人直接盘下了一家发廊送给女友。他更加确定男人是喜欢自己的，不由自主地幻想起了以后的生活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甚是饥渴的女友很想与他缠绵，感受负距离的快乐，可男人却没有兴致。
转身离开。女人还在回味刚刚发生的一切时，并没有发现男人就躲在斜对角的饭店里，偷偷地看着自己。只是被蒙在鼓里的她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男人只是利用自己。几天下来，竟真的有收获。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在店门口反复徘徊，一天洗3回头，比女人洗的还勤，这让男人产生怀疑，开始调查他的身份，发现对方果然是厂里的员工，竟然还有案底。男人只能带着那只鞋子找到他。记得我吗？当场门口。不知是害怕还是心虚，他始终是一声不吭。然而，男人记忆里发生的一切让男人怒火中烧，动用武力才使他穿上那只破鞋。41码刚好合适，男人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，认定他就是凶手。虽然现在不能给他定罪，但男人相信自己一定会找到证据。可怎么都没有想到，女友正在外面看着他。其实，男人最近的异常行为，女友早就开始怀疑。回去后，女友打开男人的包，翻开一个笔记本，里面详细记录了受害者的详细经过，以及男人的猜测与推理，包括如何利用自己使凶手上钩的经过。看到一切的女人眼泪喷涌而出，本来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真爱，不知却是又一次的欺骗。隔天，女友找到男人，说着自己曾想逃离这里去香港当明星。等到火车驶来的时候，当着男人面纵身翻了下去，当场领了盒饭。接二连三的失去亲人，让男人彻底崩溃。他抓住那个自认为是凶手的男人，把他带到发现尸体的草丛里，给他一顿胖揍，直至打成豆腐脑。不到1个月，男人生性大变，成为了杀人犯。直至警察赶来后，男人彻底明白自己一生的梦想彻底毁灭了，还要面临数年牢狱之灾。然而，更让男人绝望的还在后面。老刑警告诉他，警方已经调查过那个男人，他不是凶手，而且也提取到了凶手的血液，不久就会破案。男人愣了好久，最终男人被判处11年。在出狱那天，男人已满头白发，他去疗养院看望老刑警，可老刑警已经瘫痪，只留下一封信，等着男人来拆开。原来当初男人在火车站追的人就是凶手。可那天下着大雨，一个货车司机撞了凶手，害怕暴露的凶手站起来准备再次逃跑，然而下一秒，后来，男人回到破败不堪的工厂，多年前的记忆在眼前划过，可这些已一去不复返了。等到工厂爆破的那天，所有老员工都到了，男人与其他员工一起注视着一个时代的陨落。